大级别选手是扛着大规模杀伤武器来的。中国200斤少林和尚横空出世，对着美国拳击冠军就是一顿狂轰滥炸，惨不忍睹的场面吓坏了裁判。赛后，美国冠军的小脑袋被医生缝了8、9针。200斤少林和尚是来自河南的叶翔，他的出现让散打界重量级受到了巨大重视。打重量级的选手本来就没有多少，自从叶翔出现以后，这些选手几乎都被叶翔打了个遍。至此，叶翔不得不开始打无差级别的比赛。刚刚被打昏迷的美国拳击冠军来头可不小，被叶翔 KO 以后，美国赛事方大发雷霆，于是便联合伊朗派遣了一位重量级拳王，他叫伊拉基·阿兹鲍尔，在美国秘密进行了3个月的针对性训练。美国方面提供先进的技术，伊朗则是提供这方面的人才。于是伊拉基与叶翔的比赛就此拉开序幕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叶翔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伊拉基可是曾 KO 过世界第1的选手，他的出现会给中国重量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威胁。叶翔首当其冲，决定挡在前面，尽量减少伊拉基对中国拳坛所实施的压力。此次叶翔是带着任务登上的擂台，毕竟伊拉基是美国联合伊朗创造出来的人才，所以叶翔这一次务必要多加小心。哎呦，这个速度很快，很快。叶翔虽然是一个大级别的，漂亮！哎呦，全息组合，大级别选手不错，大级别选手这一拳力量是非常的重啊。对。叶翔呢是一位非常灵活的胖子。对。这一脚要是踹在伊拉基脸上，恐怕伊拉基的脸都要被打变形。一开始就实施猛攻的叶翔看来是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身形灵巧的伊拉基则是选择守株待兔，并没有对叶翔实施太过浪费体能的动作与招式。伊拉基之前还用高扫 KO 过率先晋级的阿萨提，是的。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。叶翔定得很准啊。对。我们看叶翔其实也是非常灵活。对。上一次对阵美国的熊猫，对，没想到那么快啊。对。以防守反击为中心的伊拉基非常沉稳，不愧是击败过世界第1的选手，在拥有超高闪避能力的情况下，依然不畏惧叶翔所发起的任何进攻，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实施防守反击，这就给叶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对。我们可以看到叶翔穿着我们昆仑节最大号的这个短裤，都有点类似于紧身短裤了。对，这短裤很紧张啊。这个大腿的维度啊，真的是很震撼，很有视觉震撼力。哎，侧开腿，漂亮。这叶翔腿法不错啊。刚几个转身，然后直线腿法都使用的很灵活。叶翔的体格比伊拉基大了1圈还要多，所以实施动作的幅度非常浪费体能。一直以来的猛打猛冲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，只不过伊拉基的抗击打能力属实有点强。这要是换成美国拳击冠军史蒂夫，或许早就被叶翔的拳头再次打服气了。对，2步就到绳边了。对，不等。哎呦，真的漂亮，这确实灵活呀。漂亮。小心啊，这个伊拉基的前手也是很刁钻。对。小心啊，在分开的时候是可以马上进攻的。比赛还剩下最后10秒钟，叶翔开始变得成熟稳重，毕竟这个大一个体格子，打起架来确实有点浪费体能。注意，不能出现这种一击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别看伊拉基体格不大，这家伙要是游走起来还真挺要命的。不过叶翔的重拳还是拥有一定威胁力的，找到机会就是一套拳脚进攻。然而伊拉基的撤退速度超乎了叶翔的想象。老话说得好，穷寇莫追，追着追着说不定就会给叶翔来一拳。叶翔要小一些。叶翔可以把直线拳法再加强一点啊。地扫。哎，这个是巧劲儿啊。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叶翔的进攻攻势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具有压迫感。不过这些进攻还不足以威胁到伊拉基的生命安全，连续的重拳打的伊拉基不得不选择搂抱。伊拉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
不管叶翔发起进攻也好，不发起进攻也罢，伊拉基总是站在原地不动。其实现在看两个人都有终结对手的实力啊。对。这个伊拉基刚刚是想分开的时候起腿啊，意识是很好的。对，伊拉基这个躲闪还不错啊。看看谁能把握好机会。叶翔这一拳直接把伊拉基的护持给打掉了。看来叶翔的重拳还是具有一定威胁力的，只不过伊拉基并不畏惧叶翔的重拳，只是在等待时间的流逝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叶翔的体能就越吃不消，伊拉基的计划才能得以得逞。自重就比较大，所以在体能消耗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确实是腰和腿啊要承担很大的这种体重。对。你不要退。叶翔加油！叶翔加油！可以开。对，好的。这个伊拉基这个护齿掉了。伊拉基这家伙确实有点实力，竟然能抢占先击压了叶翔一头。不过并没有关系，从一开始叶翔就猛打猛冲，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点数优势自然是在叶翔手中握着。冷静下来的叶翔开始细想对策。挑劲的这种顺摔，只要不是反关节，在昆仑擂台规则上是允许的。是的，漂亮，底气不错啊，很有威胁啊。一个散打运动员啊，能够把这个膝法做迎击做这么好，这挺难的，尤其是这么大级别啊。对。顶膝，高扫，伊拉基确实有这种高扫的这种技能啊，要小心。叶翔的体能开始略显不支，然而伊拉基并没有趁人之危，只是在内围对抗中实施重拳，尽量把叶翔的体能全部浪费掉。细想起来，伊拉基这家伙还真挺恐怖，竟然能把战术运用到如此极致且不留痕迹。高扫啊，很危险。对。叶翔也还一个。护的不像拳上有拳套，是一个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伊拉基的灵活给叶翔制造了大麻烦，不仅躲闪及时，而且打出的拳头每一拳都能精准命中叶翔头部。这样一来，叶翔在浪费体能的同时，还没能掌握比赛节奏。这一波激烈对拼让叶翔的体能再次受到了重创。推开要有动作。想做一个跳膝吗？反击。叶翔在分开的时候，这个状态还是需要。伊拉基拳头的力量无法达到 KO 叶翔的目的，只能起到一个获取点数优势的效果。这样的话，叶翔先前所获取的比赛优势将会再次流失。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，叶翔打得越来越被动。对，一旦到中近的时候，全路少了。对，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叶翔能再用自己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节奏碾压一下，可能会更好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因为散打运动员还是有这个特点，这种远距离那种突袭式的这种重拳。对，有时候即便是打手，你看，对，你要单独这么拼中近距离节奏的话，你像阿拉基这个是拳的幅度很小啊。对。伊拉基的出拳出腿更为精准一些，最重要的是体能储存，伊拉基更胜一筹。反观叶翔的体能几乎已经枯竭，打出的拳头也是有气无力，已经达不到赛前预想的效果了。角度更多一些，对，在缠抱时候这种上钩啊，有一定的效果。对，到第3局了，叶翔的体能也是可能是有点问题啊。上钩拳，小心啊，要注意。高扫。这个伊拉基经验确实很丰富。对，打准。叶翔体能应该是有点问题啊。叶翔要注意，叶翔只能依靠体重来实施进攻，要么就是在内围进行干瞪眼，要么就是依靠体重实施正蹬或者是腿法进攻。伊拉基主打的就是一个灵活。虽然重拳不能直接 KO 掉叶翔，
那就用软弱无力的拳头获取更多的点数。你的弧线性拳法打的时候啊，打的没那么准，对，没有他稍微远一点那种后手啊，直接给的，还是那种后手打的会更清晰。对，所以刚才说的，还不如像上次打功夫熊猫那样，把距离放长一点，碾压一下，对，破坏对手这种去想中近距离这种攻击你的欲望。是。现在叶翔反而更想贴身，因为他体能下降很快。对。哦，哇，今天叶翔的体能不止给他换来了加时赛，进入加时赛的伊拉基步伐还在移动，看来这一回合的节奏要被伊拉基夺走了。刚才几分钟的休整给叶翔的体能带来了缓解，不过这些体能还不足以和伊拉基进行抗衡，能给出10比10这样的平局的。哎呦，你看打这个连击啊，伊拉基打得很灵活。是。不能借助围绳啊。像伊拉基这个脚底下一灵活，让叶翔可能也找不好。对。现在调整状态啊，这是最后一局。对，在这样一局定胜负。满场跑的伊拉基试图浪费叶翔最后的体能储存，一旦叶翔放松警惕，伊拉基的重拳就会扑面而来。别看叶翔的体能已经枯竭，但叶翔依然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动作与招式。哦，前手。叶翔要利用绳鞭啊。其实叶翔真的是还要应该用这种边角啊，做碾压式，对，才能更大于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这个转眼就时间过去一半了，叶翔要抓紧机会。叶翔是真的想拿下比赛胜利，即便是没了体能的加持，那也没有放松对伊拉基的步伐压制。反观伊拉基的出拳出腿力量非常庞大，不过叶翔的肉盾会扛下所有。出的路线啊就不太好了。对，而且这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对手在职业比赛当中啊，经验更丰富。对，是经验更丰富一点。因为毕竟伊拉基之前是 KO 过安德雷，对，也 KO 过阿萨提。现在叶翔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进攻完了马上他先主动去贴身。是。你看，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。一是体能出了问题，第二是本身在近距离比赛的时间所剩无几，伊拉基的体能也是出现了大问题。对比之下，叶翔几乎已经做不了任何动作，只能待在原地不动，深吸一口气做调整。然而伊拉基依然不依不饶，只要叶翔敢放松警惕，伊拉基的重拳重腿就会倾泻而出。现在伊拉基把整个的步伐节奏又调得比较快啊，叶翔有点追不上。对。最后的10几秒钟。伊拉基这个有几次的这种躲闪还是非常不错。比赛结束了，叶翔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体能不止给叶翔带来了大麻烦，总体来说还算可以，最起码没有被伊拉基 KO 掉。不过挨到的拳头要比伊拉基要多很多，有效进攻是伊拉基占优势。毕竟伊拉基的灵活躲掉了叶翔很多重拳，这个距离伊拉基有优势。对。最终叶翔遗憾败北，输掉了比赛。伊拉基获得了比赛胜利，输输赢赢很正常，赢了比赛不追捧，输了比赛也不要往死里诋毁。叶翔也是尽力了。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